男人不小心切到了手指，可伤口却自动愈合。他眼神躲闪地看着自己的爱人，可下一秒，他直接拿起菜刀，按着男人的手狠狠切下，果然完好无损。女人彻底崩溃了，不敢相信自己心爱的男人竟然不是人类。她惊恐的一巴掌打出，可她却根本没有痛觉。You liar! What are you? 看着快要被逼疯的女人，男人缓缓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他叫卡尔，是坠落人间的天使，主要的工作就是将去世者的灵魂带入天堂。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天使，遍布城市各处，他们拥有永恒的生命，没有痛觉，永远不会饿。卡尔的心原本比北极的冰川还要冷，可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她叫安妮，是医院新晋的主刀医生，她凭借着高超的医术，拯救一条又一条濒死的生命，也彻底引起了卡尔的注意。这天，卡尔正要带走一名心脏病患者，可安妮奋战了整整1夜后，依旧不想放弃。You're going. He's not going anywhere. 没有人能看到天使，可安妮此刻那坚毅的眼神，仿佛可以穿透一切，直击卡尔的内心。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心脏的跳动。家属们哭成一团，安妮跑到楼道泣不成声，她自责自己学艺不精。卡尔能读取凡人的心，却无法理解他此时的痛苦。在他看来，人死后只不过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生活而已。可女人那满脸的泪水让他心疼不已。他缓缓伸出双手想给予安慰，可安妮却感应不到他的存在。而这件事也成了安妮的心病，甚至对做手术产生了畏惧。卡尔不忍看到他就此消沉，隔着一层玻璃，近距离看着安妮那满脸的愁容，心里很不是滋味。卡尔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出现在安妮的世界里，像朋友一样给她安慰。Are you a visitor? Yes. 面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古怪男人，安妮一头雾水。可男人眼神中那抹纯粹的深情和温柔，却让她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安妮重拾自信，再次回归了手术台。时间一天天过去，但那个突然出现的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明明才见了1次面，可安妮却再也忘不掉那个身影。晚上想得难以入睡，安妮想要看会儿书找找睡意，却惊奇地发现床头柜上多出来一本。戴上眼镜仔细观看，那一行行温柔的句子，在一点点治愈她疲惫的心。安妮以为是同事偷偷给她的，可同事却说他没做过这种事。她去图书馆问借这本书的人是谁。卡尔感应到安妮在找他，立刻出现在了他的面前。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weird to see you again. Weird is nice. 再次遇到思念已久的男人，安妮有些拘谨。她说自己喜欢海明威的书，她便随意翻开一本为他低声朗读，富有磁性的声音仿佛有种特殊的魔力，让安妮的眼神逐渐迷离。她鼓足勇气询问男人讯息，可男人居然说他是天使。安妮没有当真，互有好感的两人渐渐敞开了心扉，两人的关系在迅速升温，甚至还一起去菜市场买菜。身为天使的他，与人类的味觉大不相同，他迫切地想知道安妮的感受。Sweet, juicy, soft on your tongue, grainy, like sugary sand that dissolves in your mouth. 他的描述是那样美妙，让卡尔很是向往。两人一起回到医院，卡尔又问人类为什么会流泪，安妮耐心地从医学角度给他解答。病房却忽然传来呼叫，一位大叔忽然陷入窒息。卡尔第一次用天使的能力为病人缓解病痛，可就在他转身之时， I can't see you, but I know you're there. 卡尔赶紧追问大叔为什么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大叔却让他带自己去吃大餐。几口肉下肚后，大叔说自己曾经也是一名天使，之后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于是便果断选择做一回人。卡尔顿时来了精神，问大叔如何才能变成人。大叔说得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不使用任何神力跳下去就行，但前提是想成为人的决心必须得足够大，否则将是自取灭亡。大叔说完，拿出钱包给卡尔看，那一张张陈旧的照片便是他成为人后最大的福利。卡尔听得心驰神往，他也好想和安妮组建这样的家庭。大叔出院那天，家人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庆功宴。卡尔正在和他孙女玩耍时，奶奶开心地用相机给两人拍了照。安妮拿起刚洗出的照片查看，却发现卡尔的位置一团光。她忽然想起卡尔说他是天使，顿时有些心慌。她主动邀请卡尔到他家吃饭，并让他帮着切点菜。怎料卡尔竟不小心切了手，这也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尽管卡尔一再保证他不会伤害他，可安妮依旧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大喊着让卡尔滚出自己的房子，独自掩面哭泣。再次睁眼时，卡尔早已没了踪影。本以为两人的缘分就此结束，可从这天开始，安妮却陷入了对卡尔的无尽思念中。手术时无法集中注意力，吃饭时会盯着旁边的位置发呆，夜晚更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这天，安妮为大叔检查身体，曾为天使的大叔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他说卡尔比任何人都要爱他。He can give up his existence as he knows it. He can give up eternity and become one of us. It's up to you. How do you know this?
because I did it. 大叔接着说了变成人的代价，让安妮心中翻江倒海。他决定阻止卡尔，于是赶紧来到图书馆，一遍遍低声呼唤他的名字。卡尔果然再次出现。安妮明明好想上去抱抱他，却无情地说自己要和别的男人结婚了，让卡尔别再来找他，更别为了他去辨人。看着安妮远去的背影，卡尔心如刀割。在悠久的岁月里，他好不容易爱上了一个人，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他没有轻易放弃，独自来到楼顶，张开双臂，缓缓闭上双眼，脑海中铭刻着与安妮的点点滴滴，带着要和她在一起的强烈决心，果断跳了下去。再次睁眼时，卡尔如获新生，看着眼前只有人才能流出的红色液体，脸上满是欣喜。You see me? Can you see me? Oh yeah, we can see you, all right. 卡尔终于变成了人，终于有了和心爱的安妮在一起的资格。他欢呼雀跃着在路上狂奔，像个小孩子一样。卡尔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医院，想求安妮给他个机会，却被告知安妮回了老家。卡尔立刻去车站坐车，正要上车，才发现自己根本没钱。一辆车忽然在身后停下， Hello. 一群混混下了车，将卡尔暴打了一顿，可搜遍了全身却毫无收获，只能抢走他的皮鞋，然后像丢垃圾一样将他扔在了地上。大雨倾盆而下，卡尔无助地站在路边想搭顺风车，可全身被淋了数百遍，也没有一辆车愿意停下。第一天当人就遭到如此劫难，这让卡尔很受伤。是对安妮的爱让他坚持了下来。终于在5个小时后等到了好心人。大雨磅礴的夜晚，卡尔终于再次见到了安妮，她那虚弱至极的样子让安妮既意外又心疼。她小心翼翼地清理卡尔的伤口，看着他嘴上的血迹，安妮知道他已经为他变成了人。 Am I too late? Too late. Jordan. I couldn't marry Jordan. I'm in love with you. 听着安妮的表白，卡尔忍不住露出了笑容。他轻轻抚摸她的脸颊，第一次以人的身体真切感受到了安妮的存在。所有的炙热的爱全都化为此刻这沉沉一吻。从此天是蓝的，山是绿的，阳光是明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某日清晨，安妮去超市给卡尔买牛奶，回来的路上，她感受着阳光的温暖，想着爱人还在家里等待，心中满是欢喜。可下一秒，一辆卡车忽然冲出，安妮来不及刹车，直接撞了上去。卡尔心中立马有了不祥的感应，他赶紧狂奔着出来寻找安妮。找到时，安妮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I screwed up. No. You came all this way. 如果离开以后 Oh God, no, Meg. 得到的 Hold your hand right now.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o me? Do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Keep looking at me, okay? Look right in my eyes, okay? 安妮还想说些什么，可一切都来不及了。她深情地望着心爱的男人，渐渐没了呼吸。卡尔将她紧紧抱在怀里，失声痛哭。他终于明白人类为什么会流泪，这种绝望与痛苦，他永远都不愿再体会。从此以后，卡尔陷入了无尽的孤独中。他知道人要经历生死离别，却从未想过来的这么快，快到他甚至还没来得及与安妮描绘美好未来。曾经的天使朋友来找卡尔聊天。 If you'd known this was going to happen, would you have done it? I would rather have had one breath of her hair, one kiss of her mouth, one touch of her hand, and an eternity without it. One. 经历了无数次的痛苦思念后，卡尔学会了和自己和解。他幻想着安妮还在自己身边，带着她去感受果蔬的香甜，在清晨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海浪中体会大海的磅礴。他要替安妮好好感受这世间的美好。生而为人，我们总是会经历各种意外和劫难。有人会说人间不值得，但我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颗有爱的心，爱别人，更要爱自己，永远积极向上，拥抱阳光，蔑视一切困难和苦难，迎接更美好的明天。好了，这里是野人电影，喜欢的关个注，谢谢。